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最近，一则令人心痛的消息，让许多关注安吉娜的网友都沉默了。安吉娜的父亲在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，这个消息本身就已经足够沉重。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，失去至亲都是人生中最难承受的打击之一。但让人更加心疼的是，安吉娜暂时无法回国，无法第一时间回到家乡，送父亲最后一程。这种想回却回不去的无力感，比悲伤本身更加折磨人。他最难的时候，谁在他身边？在这样一个时刻，所有人都在关注一个问题：他身边有没有人陪他？从目前曝光的视频和信息来看，他的婆婆出现了，陪在他身边安慰他。金涛的表姐也在，帮他分担情绪，甚至一些曾经的朋友也主动出现表达关心。这些画面让很多网友感到一丝安慰，至少他不是一个人。但与此同时，也有一个细节引发了巨大的讨论：金涛没有出现，一个缺席引发的连锁反应。很多网友一开始以为只是没有拍到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没有视频，没有回应，没有任何安慰画面，这个缺席逐渐变成了一个放大的问题。于是评论区开始出现各种声音：最该在的人反而不在，这是她老公啊，为什么不陪她？是不是两个人关系已经出问题了？甚至有人开始进一步质疑，他们到底是不是正常夫妻？但在这里，我们必须先强调一点，目前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他们关系已经破裂，所有延伸判断都属于网友推测。为什么大家对金涛的缺席如此敏感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在传统认知中，丈夫在这种时刻必须在场，尤其是丧亲之痛，无法回家，情绪极度脆弱。在这样的情境下，伴侣的陪伴不只是情感需求，更是一种责任。因此，当丈夫缺席时，观众会本能地感到不适。可能的几种情况，理性分析。在没有更多信息的前提下，我们可以从理性角度分析几种可能。他在，但没有出现在镜头里，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种情况。没出现不等于不存在，有可能他确实陪在身边，但没有被拍摄，或刻意避免曝光，尤其是在这种敏感时刻。不拍摄反而是一种尊重。性格原因，不擅长表达情绪。从过去的视频来看，金涛一直是内向、话少、表达能力较弱。面对重大情绪事件，有些人确实会不知道怎么安慰，只能沉默。这种沉默在外人看来像冷漠，但在当事人身上可能只是无力表达。现实原因，不在同一地点，也存在一种现实可能，两人暂时不在一起，比如工作安排、行程错开，或其他现实因素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缺席就不完全是主观选择，关系确实出现问题，但无法确认。当然，也不能完全排除一种可能，他们的关系确实存在问题，但需要再次强调，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支持这一点，不能因为缺席就直接下结论。舆论开始走偏的地方。随着讨论升级，一些评论开始出现明显偏离，从为什么不陪伴，变成他们是不是有问题，甚至延伸到性取向猜测。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典型的舆论放大路径。一个事实，没出现；一个疑问，为什么；一个推测，关系不好；一个延伸，更深层标签。但问题在于，后面3步都缺乏证据。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安吉娜的状态。在所有讨论中，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反而被忽略了。安吉娜本人的状态，她现在面临的是父亲离世，无法回家，情绪崩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她需要的是支持，而不是被围观分析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出，她确实非常悲伤，情绪低落，整个人状态明显下降，这才是这件事的核心。婆婆与表姐的出现意味着什么？有一个细节很重要，她的婆婆与表姐都主动出现安慰她，这说明家庭并没有排斥她，反而在努力支持她，至少在家庭层面，关系仍然存在连接。这也从侧面说明，事情没有一些网友想象的那么极端。为什么观众会放大丈夫角色？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心理机制，人们对关键角色缺席非常敏感，就像电影里主角不出现，观众会立刻意识到不对，
在现实中也是一样。丈夫等于最应该出现的人，所以他的缺席会被无限放大。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？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，最重要的是3点：区分事实与猜测。父亲去世，事实，他很悲伤，事实；金涛未出现，事实，关系问题、性取向等，猜测。不用单一行为定义关系，一次缺席不等于全部关系。尊重当事人的情绪空间，不是所有时刻都适合被镜头记录。结语：有些沉默不代表冷漠。很多人看到的是他没有出现，但我们不知道的是他是否在镜头之外。也许他确实不擅长表达，也许他在用自己的方式陪伴，也许只是没有被记录下来。在没有完整信息之前，最理性的态度是保留判断。